哎，我们不是要录开场吗？骂哥怎么还没有到嘞？哎，来了！哎，怎么样？哇，真的不行啊！最近不懂怎么样，我总感觉我人很晕，又很容易累，这样不懂是不是贫血？哎，我会不会有那个地中海贫血症啊？有这么严重吗？我看你这样也不像是地中海贫血症啊。那不是这样是怎样？哎呀，你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啊，好多了。好多了就开工了，来一起问专家来解答吧。地中海贫血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地中海贫血症会遗传吗？有地中海贫血症的基因能结婚生子吗？治疗地中海贫血症有什么方法呢？全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隐藏在我们的基因里面的慢性贫血，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地中海贫血症。它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只是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问题哦。马上呢就有请我们的专家血液及肿瘤科顾问医生李明威医生、徐琪还有郭亮，欢迎三位来，请坐。是的。好，惯例啦，我们还是要问一下两位嘉宾啊，对这个地中海贫血症有什么认识多吗？我自己本身是地中海贫血症的 carrier。哇，对，我自己是在大概20几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有这个病，才去年而已嘛，20几岁。对，我今年才30。carrier 叫我们中文叫谐音者啦，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基因在。OK。哦，你当时怎么发现？我那时候是因为得到了一个重感冒，然后一直不会好，然后开始发现我自己失去了五感，多烧我也感觉不到，冷我也感觉不到，嗅觉、味觉我也感觉不到。OK。然后他们就叫我去做身体检查，然后我就去做了全身的身体检查，才发现原来我的 hemoglobin 有一点问题。然后他们就让我去做进一步的那个 thalassemia 的一些检测。那亮哥呢？我最重要的就要了解什么是地中海贫血，因为我完全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地中海贫血症。所以地中海贫血症是一种遗传性的血液疾病。OK， 所以患者他们身体是无法制造足够的血红蛋白，血红蛋白是 hemoglobin。血红蛋白是红细胞里携带氧气的一种蛋白质。OK， 所以如果身体是无法制造足够的血红蛋白呢，就会有贫血的问题。OK， 而严重贫血长期的话，就会开始对身体产生负面的影响了。是，哎，我有听说过它有分2种，像什么 alpha、beta。地中海贫血症是有分 alpha 跟 beta， 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最普遍的血红蛋白是 alpha 跟 beta 珠蛋白形成的。OK， 所以 alpha 地中海贫血症的患者身体是无法制造足够的 alpha 珠蛋白。OK， 而 beta 地中海贫血症的患者身体里是不可以制造足够的 beta 珠蛋白。OK，我是 alpha，你是 alpha， 他们说我是 alpha， 那我还可以吗？对啊，什么叫你还可以吗？你是活到今天嘛，有什么还可以吗？应该是很可以。还 OK， 所以其实还是算是地中海贫血症患者。这是因为地中海贫血症有分不同的严重程度。OK， 有分轻度、中度还有严重度。所以谐音者是算是轻度地中海贫血症患者。其实是跟正常人一样。不会影响到健康，也不会影响到日常生活。OK， 只是他们会把地中海贫血症的突变基因遗传到下一代，有可能，是有可能，不一定180%，对不对？180%。好，现在大家对这个地中海贫血症已经初步认识，来考一下你们的迷思。好的，来 ，OK， 地中海贫血症最早在地中海沿岸国家发现，因而得名。哇，真还是假？你这是历史题没有啊，地理题啊。这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因为要不然它不叫古巴贫血症，对吧？不叫巴西贫血症，南美对啊，不叫意大利，对不对？对啊，为什么叫地中海，对不对？对，因为我觉得是真的嘞。亮哥讲的很正确，因为比如说香港脚、日本脑炎，哎，你不要忘记啊，有一个是有经验，他放假是吗？来，对啊，你要不要考虑？你要不要考虑地中海吗？我没去过地中海，不过我总觉得感觉怪怪的，为什么是会从那里来，然后才会有这个顾名思义地中海？因为我知道它的名字英文是叫 thalassemia 嘛，所以跟地中海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所以你讲了答案，是不是现在讲 ？OK， 你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来，医生，正确的答案，真还是假？所以是真。
地中海贫血症最早是在地中海沿海国家发现的，比如说希腊、意大利等，因此得了这个名称。Thalassemia 是地中海的英文名称，它是来自希腊语，所以 Thalassa 是指大海或者是地中海，而 emia 是指血液的疾病。是因此 Thalassemia 虽然说跟地中海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是指来自地中海的血液疾病。它在地中海是比较常见，可是不只是在地中海的地区比较常见，它也是在其他的地区，比如说东南亚还有中国南部都会比较常见。第二题，那如果父母双方都不是严重型的患者，生下孩子就不可能有严重的地中海贫血症，真还是假？父母双方都没有严重型的，我觉得这是几率的问题啊。 OK， 所以我觉得，即便不是很严重，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生下的小朋友，他是有可能被遗传到，属于偏严重型。我觉得假啦，是因为之前我得到这个病的时候，医生有跟我提说，它是会隔代传的，就是说我下一代可能验到没有，但是他可能我的孙子、我的孙孙孙、曾孙是可能会有的，反正他都会隔代传，所以严重性它也可能是 random 的吧。OK， 正确的答案是假。厉害厉害。所以刚才有提过，地中海贫血症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 OK， 是所以如果我们来打个比方，贝塔型地中海贫血症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 OK， 如果是2个正常人，他们的孩子不会遗传到地中海贫血症的基因。一名贝塔型地中海的血因者，还有一名正常人之间，他们的孩子就会有50%的几率遗传到一个贝塔型地中海的突变基因。如果是2名贝塔型地中海的血因者的话，他们之间的孩子就会有25%的几率遗传到2个贝塔型地中海的突变基因，而成为比较严重的地中海贫血症。50%的几率会遗传到一个贝塔型的突变基因，而成为血因者，然后有另外25%的可能性会完全正常。 OK， 那因为我是20几岁才知道自己有这个病20几，不要就20几，是20几。 20岁的时候才知道，对，那时候医生就已经跟我强调说，叫我尽量在找伴侣的时候呢，是找一个是正常的。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我在找配偶的时候，一定是不可以有地中海。有地中海贫血症，所以你会要求你的男朋友刚爬到就要去查，想要跟他进一步发展我。会去跟他说我有地中海，然后我就要问他你有没有。 OK， 一般人不知道的嘛。一般人都不会去查。对啊。但是如果我要结婚的话呢，我会要求我的老公去查。那时候刚好我有一个暧昧关系啊，有一个男生在追求我，对。然后我就问他，哎，你有没有地中海？他说他其实是有的，哎，他也是。知道呢？是他父母跟他说的。然后对，然后我就跟他说，不如我们不要继续。他也 OK。 没办法，因为我们结婚就是为了要生小孩，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不是，因为他本身也知道后面的一些严重性。徐静有聊到一个说隔代遗传的，这个是真的会发生吗？徐静有聊到一个说隔代遗传的，这个是真的会发生吗？地中海贫血症是不会隔代遗传，因为如果一个孩子没有遗传到地中海贫血症的突变基因，他就不会把地中海贫血症的突变基因遗传到下一代了。好了，3位算不错，都答对了。然后接下来第3题啊，如果出生时没有贫血问题的话，就不会成为地中海贫血症的患者，真还是假？你出生没有哦？真假？你出生的时候如果查贫血，是你一查就知道哪一种贫血了嘛？你如果查贫血查出来就不是地中海，那它不会后来转变成地中海了。我的逻辑就是出生时没有，但是有可能会是之后变成地中海贫血症患者。对，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答案是这样。荒谬的。OK， 那我问医生。好来，医生，正确的答案是假。你答是对了。如果我们是谈 alpha 型地中海贫血症患者一出世时，他们就已经有贫血的问题了，就可以验得出有贫血了。对。可是我们如果谈的是 beta 型地中海贫血症的患者，他们在前3到6个月的时候，可能不会有贫血的问题。而是过后才会开始有贫血的问题。那些轻度的地中海贫血症患者，比如说徐熙这样，可能就完全也是没有贫血的问题，也是因为只是轻度而已。是。哎，不过我真的很好奇，刚才医生特别强调是会遗传嘛？对，那你也特别有去查，
那你有帮小朋友做检查吗？是我一出世就查，因为我害怕他们有地中海贫血症。然后呢，刚好这3个小朋友呢都没有。通常我们会在2岁过后才做地中海贫血症的检查，主要是去验贝塔型地中海贫血症，因为贝塔型地中海贫血症是需要去验血红蛋白的分析。我们有分成人的血红蛋白，还有胎儿的血红蛋白。贝塔型地中海贫血症会有比较高的胎儿的血红蛋白，可是，在2岁之前，他们可能已经本身就有比较高的胎儿的血红蛋白，是，因此可能不会太准确。可是 alpha 型地中海贫血症是以基因的测试来诊断的，所以如果尤其是 alpha 型的地中海贫血症，他们在出生时做了基因上的测试。已经验出没有 alpha 型地中海贫血症，就应该是准确的。现在第4题了哈。好。日常饮食多补铁啊，可以帮助缓解地中海贫血症的症状，真还是假？真？我是觉得普通贫血是补得到啊，但是地中海贫血症是因为它是遗传性的，所以你怎么补都补不到。他的问题说帮助啦，缓解嘛，那我是觉得缓解是可以，但是说治疗那肯定不行。但是有多多少少我们常讲有补有差，缓解我觉得多少有帮助啦，我是这样想。正确的答案是假。地中海贫血症的患者是不应该随意补铁的，尤其是中度跟严重度的病患，因为他们身体本身就比较容易从食物中吸收铁质了，所以他们面临的是铁超载的问题。所以反而是铁超载，对，所以如果他们随意补铁的话，就会把这个铁超载的问题变得更严重。有些是需要输血，因为输血的关系，身体也是会开始累积血质，所以会把铁超载的问题变得更严重了。特殊的情况就是说，如果是被诊断出有缺铁性的贫血的话，连那种情况下，他们就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服用补铁的药物。你答对几题啊？我答对3题了。琪琪呢？半一半，2题。你呢？3题。OK。好，那这次欢迎呢中医师周启士医师啊，欢迎周医师，欢迎。那想请问一下这个医师啊，对，是怎么看待这个地中海贫血症？地中海贫血症在中医来讲是没有这个名称的，这个名称是从西医那边得来的。是 OK。然后中医是怎样界分它呢？是中医是根据它的症状，比如它临床上有那个手脚冰冷啊，是气虚啊，气短啊这样啊，所以我们中医呢就会把它归为是那个虚劳还有气血虚弱的这个范畴里面。OK，不同体质在临床上有不同的表现。第一类型是气血两虚 ，OK，主要表现的症状是脸色苍白，头晕眼花，神疲身倦，OK，乏力气短 ，OK。第二呢是心脾虚弱型，脾是后天之本，它是我们的气血的运化 ，OK，心又跟我们的睡眠有关系，症状表现呢主要是胃纳不好，就没有胃口，是，因为没有胃口的话。他的脸色就会萎黄，然后肢体消瘦 ，OK，然后也有心悸气短，晚上睡得不好，然后半夜容易醒。第三呢是肝肾亏损，中医讲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肾主骨生髓，肾也叫做先天之本。它表现出的症状呢，主要是腰酸细软、四肢欠温、夜尿多、发育不良。骨头畸形，哇，就是他的头颅骨呢会增大，是他的额头骨呢会隆起，是。徐琪他还是轻微的适应者，那我们比较典型的地中海贫血症，它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伤害？得看它的严重程度。轻度的地中海贫血症患者跟平常人一样，不会影响到健康。中度的地中海贫血症，他们的贫血程度没有这样严重。不需要定期输血，可是他们在某种情况下，比如说细菌感染啊、病毒感染的时候，可能会面临着贫血危机，
可能需要输血。严重型的 alpha 型地中海贫血症，他们已经在胎儿时期就已经有严重的贫血了。而是因为这样，他们会有胎儿水肿综合症，会导致流产、死胎，还有出生后死亡的状况。OK， 而且这个是没有办法治疗的，没有办法治疗。严重的贝塔地中海贫血症的话，他们在前3个月是没有严重的贫血。OK， 是过后呢才会开始有严重的贫血，而需要定期输血。OK 因为贫血的关系，患者可能会有些疲劳啊，还有脸色苍白的症状，也是因为长期贫血的关系，他们的发育还有成长可能会被影响到。像医师所讲，可能会有骨骼畸形。OK， 这是因为为了弥补长期的贫血，他们的骨髓会扩张，导致骨骼畸形。之前也是有提过铁超载的问题，没错，所以铁超载会对某些器官有损害，比如说心脏啊、肝脏胰腺、甲状腺。也是，地中海贫血症的贫血不只是因为不能制造足够的血红蛋白，它也是因为红细胞比较容易破裂的关系而导致贫血也是，所以红细胞如果长期破裂的话，会导致脾脏肿大。另外一个是红细胞破裂的时候，它们会释放出胆红素，胆红素会导致黄疸。OK， 也是会累积在胆囊里面，导致胆石。但是有没有什么要治疗的方案？地中海贫血症的患者，中度跟严重度患者都需要输血，输到血红蛋白提高到一个合理的指数对，然后可以避免贫血对身体的伤害。因为有铁超载的问题，所以他们得吃去铁的药物。OK， 来减少铁质对身体器官的伤害。骨髓移植是用来治疗严重型的地中海贫血症的一个疗法，它是用捐赠者的普通骨髓细胞来替代患者有缺陷的骨髓细胞。可是它有它的危险性，比如说严重细菌感染，还有内脏损害等，所以是需要经过讨论跟规划才会进行。我们也是有基因治疗，这是一个新型的疗法，可是我们还没有广泛使用。它是通过修改或者替代有缺陷的基因，OK， 来提高血红蛋白的制造。中医有以下几个治疗的方法。第一是气血双补，我们会用到那个八珍汤还有人参养龙汤来改善他的那个头晕气短、神疲肾倦的问题。第二是健脾补心，我们就用到归脾汤补中益气汤来健脾开胃，补心安神。第三是补益肝肾，我们会用到六味地黄汤还有益五归丸主要可以补肝血，填肾精，温阳补骨。除了以上的那个治疗方法之外，中医也可以通过了这个针灸按摩这些穴位还有保健操还有做食疗的调理那个身体，来改善它的症状。OK， 好，那医师现在什么样的药材汤？这个叫做气血双补汤，它所用到的那个材料有党参10克，作用呢就是补中健胃；北芪6克，北芪的作用呢是补中益气；白术10克，白术的作用呢是健脾益气；枸杞子10克枸杞子呢是补肝血明目；红枣4枚，红枣呢可以补气补血；黑豆20克，然后黑豆可以补肾壮骨。把所有的那个食材呢放进去那个锅里面然后就放3碗的水大火烧开之后呢就转为是小火，然后给它慢慢的煮成了1碗。它的主要作用呢是补气补血，健胃补肾。要补充一点的是，比较容易上火的一些患者呢，我们就建议他加多玉竹10克，白芍10克。白芍玉竹。对，这2样都能滋阴润燥补肝血，就平衡了这样就会把那个里面的热性呢就调和了它，给它变成没有像热，然后就会比它更能适合这些能上火的患者使用。一般上，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他1个星期可以喝上3次。那也算蛮多，可以的。但是如果是普通文人的话，其实1个礼拜1到2次。喝之前呢，
要就是看看自己的身体，比如说要发热了，有些喉咙有点不舒服了，有头痛啊，或者在感冒的时期呢，就不要喝这个汤先。OK。请教一下医生呢，如果说本身是地中海贫血的患者，他要做什么定期的检查吗？所以这个是得看他们的严重程度，也是轻度的地中海贫血症患者是不需要定期检查。OK。中度的跟严重度的地中海贫血症患者，他们得做定期的检查，比如说检查铁含量，检查被铁超素所影响到的器官功能。OK。也因为输血的关系，他们有比较高的几率染上血源性的病毒，比如说 B 型肝炎、C 型肝炎，所以他们得定期去检查有没有染上这些病毒感染。那如果已经知道自己有那个地中海贫血症的这个患者的话，在生孩子的这个计划这方面，是不是要考虑的比较详细？地中海贫血症患者或者协饮者最担心的就是另一半也是个协饮者，尤其是如果是同类型的地中海贫血症的协饮者，因为他们的孩子会有比较高的几率有遗传到更严重的地中海贫血症，因此我们是建议患者的另一半到我们的新加坡地中海贫血症注册局那边注册，做地中海贫血症的筛查，来确定是不是地中海贫血症的患者或者是协饮者。而且我们是建议所有的地中海贫血症患者都注册于我们的地中海贫血症的注册局，因为这个注册局可以为他们的家属做地中海贫血症的筛查，OK， 并且也提供遗传类的咨询。如果说两个人感情已经很好了，忽然发现这个问题，两个人都是协饮者，那有没有办法可以继续有下一代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夫妇和妇产科医生商量，并且讨论人工受孕的可能性，来避免他们的孩子有遗传到更严重的地中海贫血症。所以不管你是不是协饮者，甚至是患者，其实我是这样子听这个地中海贫血最可怕的是你忽略掉它，对，然后你就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事情发生。那当然了，善用中西医的这个优势呢，就可以确保我们下一代的健康，这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要。没错，这边也要谢谢李医生的分享，谢谢，好，谢谢亮哥还有徐琪，谢谢。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